四弟，你的武功绝对在我之上。哥，别再说了，真的，你那样，你呀，就不要谦虚了。两位哥哥，真的很棒啊！别再说了，真行。真的。哎呀，当时你那一招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其实真的没事。爹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你不是还能打吗？跟我打！你拿的是霍家刀，不是柴火。还手啊！为什么不还手啊？还手！棍起生风龙点头，劈开燃扫鬼见愁。棍随手，手随眼，眼随心，心随地。爹，不要再打了，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。四弟，老爷，四弟，你没事吧？四弟，说，你的武功跟谁学的？我不能说。你说不说？反正不能说。光明正大的事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这是我对他的承诺。你对谁的承诺？爹，这是你教我的。君子不可以食言。好，这次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是你偷学武功犯了家规，我罚你在后院跪到天亮。爹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不明白就跪到明白为止。我真的不明白。元甲，爹，那个老头是谁啊？把您伤成这样。他是你们大师伯。哎呀，这事不必再说了。倒是贺元甲，对，就是他。他上次来咱们家肯定是偷学武功的，要不然怎么会判若两人？我这就找他们霍家去理论。行了，爹都伤成这个样子，你就不要再惹是生非了。真北说的有道理，霍元甲的武功一定是偷学的。对霍恩帝来说，也绝非什么光彩的事，没准正在大发雷。师傅，要不要请个郎中过来啊？什么话？习武之人，气贯丹田，其伤自愈。我不相信那些江湖郎中。我的内伤调息几天就会好。至于这腿，你给我弄4根树枝过来，做个夹板，要1尺长，1寸粗。好。师傅，1尺多长，1寸是多粗啊？哎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你捡回来，我说给你听。好。
爹，娘，吃饭了。你先出去吧。你说的都对，为了师父的遗训，这正宗我们不能让人。可元甲呢？他今天做错什么了，竟要受这么大责罚？哼，他目无尊长，偷学武功，心存侥幸，投机取巧，招式刚蛮无理，不懂得收发。行了，恩弟，你说话都是一套一套的，我说不过你。这话你干嘛不跟元甲说呢？他年轻气盛，哪能懂这些？我不是他师傅啊，我怎么讲的？你是他爹。如果他心里真有我这个爹，他就不会偷学武功。要是不慎，一下走火入魔，谁担待得起啊？哎，读书求功名才是我要他做的。但是四书五经他一概不懂，什么《水浒传》、七侠五义，他都滚瓜烂熟，还学什么邪门功夫？哼，侥幸把大师兄打败了，他就不可一世了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他还是把大师兄打败了。你懂什么？他的招数刚劲有余，杂糅了外家功夫，稍有不慎，气逆上行，还需要好好调教。可惜呀，我不是他师傅，只能靠他自己领悟了。可是大师兄还是会回来的，到时候我们怎么应付呢？我霍恩弟顶天立地，没什么好害怕的。再说，大师兄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没那么快就回来的。吃饭吧。爹，娘，娘，爹，冤家已经跪了3个时辰了，要不要叫他起来？叫他起来做什么？他偷学人家武功，违背家规，不配在这里吃饭。月儿，把他的碗筷撤下去。爹，我再说一遍，把他的碗筷撤下去。鱼儿，你先撤下去吧。还站着干什么？吃饭！气死我了！云儿，啊，娘，您快跟爹说说吧。元甲这样不吃不喝的，那如何是好啊？你爹什么时候说过不让元甲吃饭了？他刚刚说的，元甲不配在这吃饭。他就这脾气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你还不赶紧把饭菜热热送过去？嗯。
到是你了。哎，大英雄，你今天很勇猛啊！你把你爹都救了，佩服佩服啊！你没有看见我都跪在这里了，有什么好佩服的？哎，你爹他怎么样了？他受了很重的伤，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了。哎，元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的武功是从哪儿学的？哎，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跪在这儿的。我可听我爹说，那个老头是我们的大师伯啊。全镇的人都知道他是我们的大师伯了。你的武功到底从哪儿学的？我的武功是不是你爹教的？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的武功是从哪儿学的了。你真的知道？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！那当然了，说出去你多丢脸呀！哎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以前啊，我们去集市上听戏的时候，你老是往后台跑，原来你是去偷学刀马的功夫了吧？哎，以前我们学那个文居私奔的时候，哎，让你演那个司马相如，你老推说词儿记不住。你现在学那个武生的功夫，倒是记得那么清楚啊？你呢？你还说我卓文君？你哪像卓文君啊？凶的呀，简直跟穆桂英一个样。那时候我还小嘛。哎，那我们找个时间练一练。练什么啊？忘了。哎，怎么了？今天擂台上，你家娘子送你的那块平安符倒是很管用啊！放开，不关平安符的事儿。其实这次啊，能够取胜，完全是侥幸。大笨蛋呀，吃你的馒头吧！元甲，吃饭吧。别不高兴了，爹也是为你好，别往心里去。于云姐，我自己吃就行了，你回去吧。擦擦嘴巴。哦，明天记得把手绢还给我。有时间的话，给我买双合适的鞋吧。哼，师父念你跟随多年，许你自断左臂，从此离开密宗拳师门。师父，这掌门之位我不能接受。这是师命。师父，我知道你心中的疑虑，可是你大师兄披星爆裂，圣贤心在跟前，这密宗拳的拳谱断不可传给他们。你为人忠正，出身内敛，密宗拳到了你的手里，定能发扬光大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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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！
不到我才离开数日，你就篡夺了掌门之位。师弟，你误会了，是师傅临终之前交代的。我没有亲耳听到，说不定你假传圣旨，不把他交还给我，我绝不罢休。不要再打了！你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陈真，陈真，啊，扶起来。来。师傅，你这腿有没有好点啊？没事的，师傅只是去血凝滞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哦，你一晚上没回去哪儿了？昨晚我去镇上问别人，1尺有多长，1寸有多短。问那大叔，他叫问大婶儿，哎呀，大婶叫行了，问。你回来问我吗？昨晚没回来，我以为你去了霍家。师傅，你早说，要不然我早就去找霍元甲比试了。哼，就凭你？师傅，你说教我武功，都已经说了10年了，我光站桩就站了2年，一招半式都没学过。练功的人讲究入门先站3年桩，你才站了2年。再说站桩讲究气聚丹田，老树盘根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的丹田在叫啊！哎，肚子饿了就快弄点东西来吃。哦，哎，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啊，师傅？你要遇到霍元甲，就出手打他。打不过也要打，记清楚他的一招一式，回来打给我看。哎，老板，有没有3寸的鞋？哦，是给您家的子女买呢，还是给令堂大人穿呢？总之3寸就行了。哎，看来你这个人呐，不太了解家事啊。孩子的脚和妇人的足啊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妇人裹足，鞋型要宽扁一些。这样，是买给我夫人的3寸。哦，来我店买鞋的男客啊，大多是给子女或者长辈买鞋。看来您和您夫人感情挺深啊。喂，给谁买鞋呢？哎呀，给云姐买。夫人就是夫人，还什么云姐？喂，帮忙，哪双比较好看？是紫色的还是粉红色的？嘿，你对鞋不是挺有研究的吗？啊？哎，其实吧，只要是你买的，不管是哪一双，都是最好的。你这等于没说。老板，哎，啊，我就要这一双，紫色的。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？元甲，我有一件事很想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哎，我以前没怎么觉得，但是现在突然觉得你走起路来虎虎生风，哎，很有大侠风范啊。我啊，走开吧你！元甲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全静海的人都知道你会功夫，但是全静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的功夫是怎么来的。我说你就别再故弄玄虚了，快说你想什么？哎，我吧想了想，既然你功夫那么好，当我师傅吧。
起来！不行，我不能收你当徒弟。为什么不行啊？我也是镖局世家出身，一心向武。我记得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12，比我还大3天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收你做徒弟啊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人家周瑜14岁就是东吴的水军都督了。哎，不要说这些了，反正呢，我是不会收你为徒的。不要跟着我了。哎，元甲，不要说了。哎呦，元甲，元甲，元甲，哎，元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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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只见华雄虚晃一招，是脱刀便走。啊，是你？你师傅怎么样了？我师傅没什么事，只被一只蚊子叮了而已。总有一天，他会亲手拍死这蚊子。这样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师傅是我大师伯，上次多有冒犯，请代我说声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喂，你知不知道你大爷我是谁啊？是站起脚出来！喂，习武之人师出无名，你以为这是流氓打架？什么流氓打架？我是跟你较量，比试不是比武才对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打遍江湖，啊不，这小镇少有敌手的陈真。喂喂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把我的菜都给毁了！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喂！哎呀！霍师傅，吃面呢？吃面不喝酒怎么行呢？不行的。我把，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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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吃完东西不给钱就走啊？元甲，云姐，你要的鞋。谢谢啊。好看吗？好不好看无所谓，适合我就行了。你出去试试鞋，顺便给我弄点吃的吧。哦，那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谢谢啊。娘。娘。一个人闷在房里头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？没有啊。今天到镇上去，是不是发现跟往常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没有啊，只有刘振生，非要让我收他做徒弟，其他的没有什么和往常不一样的。你答应了吗？当然没有，我哪有资格呀？瞧，一身都是功夫，麻烦就接踵而来了吧？现在你知道你爹对你的苦心了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练武之人呢，最忌心浮气躁。爹早些告诉我就行了，却要费这么多周折。你爹就这性子，等你老了以后，没准比他还要固执呢。一定不会，我看爹呢，他是用高墙围着自己，什么都怕。他才不怕呢，倒是我这个做娘的怕。冤家，你听着。娘，有什么事啊？坐好。王云是你什么人？姐姐。他是你的原配正室。那赵倩楠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啊。那娘问你，
如果有一天，他们两个为你闹别扭，你要考虑谁的感受呢？事情总有个是非，应该就事论事啊。总之，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。对。可有些事有是非，有些事没有是非。碰到没有是非的事的时候，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讲原则、负责任。这方面，你爹是你的好榜样。总之呢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千万不可以做对不起自己的事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娘想知道你对大师伯的看法。大师伯呀，大师伯他呢？啊，我今天遇见他徒弟了，他徒弟叫陈真，很没有礼貌，功夫稀松平常。他向我挑战，但是我没有跟他交手。啊，不打就对了。你下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不妨跟踪他，找到大师伯落脚的地方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你知道大师伯的经历和他来静海的目的吗？多少知道一些。他这次来静海，不也是为了密宗拳正宗的掌门之位吗？本来是这样的，可是你一出手，事情就变了。大师伯现在的矛头是冲我，所以娘想去见他，希望能化解他的怨恨。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？说来话长，都是功夫惹的祸。你大师伯出手凶狠，好像不打死个人不会放手似的。所以娘最担心的就是你呀。我的功夫和大师伯相比还差得很多，但他要挑战我的话，我不会逃避，就算是死也要打下去。你说这话的口气真像你爹，可是你这样做值得吗？进来。娘，云儿，这几天我和袁甲去镇上。你就受不了了？怎么跟霍元甲打呀？哎呀，说起那霍元甲，简直就是胆小鬼！我打他不还手，我用酒喷他，他也不还手，就是没办法呀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那你就骂他嘛。骂他？你都没教我怎么骂人啊，师傅。师傅从来不骂人的，看人不顺眼打。我想想怎么骂啊？你要想多久啊？你过来。哦，怎么骂呀，师傅？各位老少爷们儿都来了，来，今天咱们讲三英战吕布。各位，有钱的帮个钱场，没钱的帮个人场。霍元甲，我今天是怎么都要逼你出手的。你要是不出手呢，我就不姓陈。喂，你没听见啊？喂，你简直是演技呀！有效啊！哎，你老婆啊，她爬灰，太快了吧！我还有啊，哎，你老娘她，师
师傅，我看到霍元甲的武功了。你可打给我看。不是现在吧？你脸怎么了？被霍元甲打的吗？好了好了，再教你2招口诀。又口诀？听我说啊，山无积则崩，木无根必倾。意思就是庄力不好，学什么武功都是白学。意思就是似笑非笑，似鸟非鸟。师傅，头一句我还明白，尿什么尿啊？嗨，站桩的时候，下盘要坚稳，气息顺畅，似乎要笑，却又笑不出声。站久了，差点真的尿出来啊！你就是陈真吧？我是不是陈真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师傅在吗？我师傅在不在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霍元甲，你带个老女人来干嘛？休得无礼！师傅，走开！我不怪你。今天我来是为我儿子的事。我差点忘了，姚师妹现在是霍夫人了，有什么事啊？我希望你能够放过我儿子。娘，为什么？元甲，闭嘴！原来是求饶来了，没想到堂堂密宗拳的掌门夫人，竟为了逃避比武来求饶。霍元甲，你娘的话是你要说的吗？我儿子的事我可以做主。霍夫人，你连你自己的主都做不了，怎么给儿子做主？我说过，今天我来是为我儿子的事。儿子的事，我只跟他爹商量。要是他爹来求我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娘，不要再跟他说了。您不是说要化解2家的恩怨吗？怎么却求起他来了？要是让爹知道了，会气死的。霍元甲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哪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有多少恩怨？哼！霍文帝那个老顽固，气死活该！不服气啊？现在就分胜负！我不会趁人之危的。今天不是交手的日子。爹，老爷，我今天来是要给师兄看嘴的。霍师弟，你果然宅心仁厚，医术高明。去。我不同你交手，我是给你医腿呀。
师兄啊，我猜你每天盘膝打坐练功都超过4个时辰，这样内伤是好得快，但外伤就会好得慢。我这里有几包中药，让你的徒弟煎好了外敷，大概还要半个月就会好。半个月之后，我们择期再战不迟。师弟果然好眼力，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的伤好得快，你的命就短。我都活到这岁数了，还怕命短吗？你别忘了，你给赵生贤的那一掌，要是赵家的人来找你报仇的话，你怎么办呢？哼，你想利用我血拼赵家，难怪师傅那么喜欢你，口蜜腹剑。师兄啊，你这么说我就没法解释了。不过这次，我真希望你答应我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和袁家比武必须点到为止，不得伤及性命。你们霍家真有意思，不就是一个儿子吗？哎，这不是我儿子的问题。在静海，只要是比武，就必须做到点到为止，不得伤及性命。维护这个规矩，是我的责任。哼，你就会说什么责任？这样吧，我若用了你的药，就答应你的条件。但是我不会用的，半个月之后，一切自有分晓。哼！爹，爹，京城来的信。圣显贤弟会见，愧为风采，数以春秋。吾知犬子海生，复及东瀛求学4载，得多方关照，今已圆满毕业。当年你我两家指腹为婚，不知赵家小姐是否尚待字闺中？爹，信上说的什么呀？啊，你表哥从东阳回来了。倩楠，啊，你去哪里啊？爹，我跟小梅出去走走。倩楠，你过来。倩楠，你表哥龙海生快到静海了。啊？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爹，你别说那些废话了。龙赵两家的婚约是10几年前就定好了的，爹不能失信于人呐。你们两个以后少练会儿功，多陪你们的妹妹上街走走。是。倩楠，你不是要出去吗？去吧。哎，走吧。哥，那个龙海生什么来头啊？听说他们家在朝廷里挺有势力的，连太后都赏识呢。哦，是吗？那有什么用啊？我看妹妹的心多半还在霍家那个臭小子那儿呢。哎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挺般配的。般配？小心他们私奔了，看紧点，听见没？进来吧，你们俩干脆进来说好了。讨厌。小姐别生气了，老爷也是为你好啊。小姐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个人牵挂着，可是人家毕竟是有家室的人呢。